大家好，我是 Tiny，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当你在胡迪尼中使用 Redshift 完成渲染之后，如何进行后期的颜色校正。这里我使用到的是医疗项目的镜头作为实例，这个镜头的具体材质和渲染设置，大家可以去 B 站查看对应的教程，我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然后我们进入胡迪尼，当我们完成基本的渲染和基本的材质设置之后，通常情况下我会在它默认的这个地方调整一下它的后期。注意，当你安装完 Redshift 之后，它默认会有几个颜色空间，通常情况下我会选择 Axis 这个，然后简单的拉一下曲线，然后再调整一下，给一个 LUT， 基本的调整也就是到这里为止。然后如果我们输出的话，比如这个项目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后期的调整空间也不大，那么我在输出的时候会直接在这个地方将它的一个格式选择为 JPEG 或者是 PNG 同时我会把这个 Post Effects 把所有的这个选项都会勾上。当你勾上之后，它直出的 JPEG 和 PNG 就会跟你现在当下调整的这个状态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我们在渲染设置之后再给的一点点后期，也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效果。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注意的事项，也就是当你选择 PNG 的时候，如果你的背景是一个透明的，也就是我们如果是在渲染的视中背景里面什么都没有，在这个渲染视图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黑色，但是你渲染出 PNG 的时候，它因为是带通道，那么可能就是一个透明，所以我们在还需要进行那个渲染输出的时候，需要叠加一个背景。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不选择直出，而是选择 EXR 文件，这样我们的后期调整的空间就特别大。但是由于我们前期在渲染视图的时候，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颜色调整，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最终需要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如何在后期的时候使用 EXR 还原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当你在使用 EXR 输出的时候，也就是默认的这个方式格式，即使你勾选这里的所有的选项，你输出的颜色实际上是不做任何调整的。也就是当你在后期把颜色空间还原为 Axis 的时候，它可能也是这个效果。这个倒是好还原，就是我们给了一点点曲线。还有这个 LUT 我们应该怎么还原呢？我们先在 Nuke 当中演示一遍。这是我刚刚输出的一个单帧文件，在这个节点的这个列表，我们按一下 S， 在 Color 选择 OCIO， 然后这个 Axis 选择 Axis 1.2， 当然了，底下两个其实区别都不大。这个时候我们默认其实它就已经是 sRGB 了，但是我们这时候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颜色跟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加后期空间的这个颜色差别非常大。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应该是在Redshift 3.6 之后做了一个改版，也就是它实际上你直出，你即使在这个后期设置里面你没有设置任何的，比如说它这个默认是没有的，你这样直出的话，它实际上你输出的这个文件，这个 EXR 文件，它是把 RGB 跟 A 都已经混合进来了，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文件里面其实是带有通道的，所以它得出来的这个颜色跟我们在渲染视图看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应该在 AOV 这个选项选择 Beauty 这个层，选择之后我们再做输出，然后我们再在 Nuke 当中，这里我使用到了一个林俊逸的一个脚本，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它就输出了一个 Beauty 层，然后我们将这个 Beauty 层连过来，这时候我们再做一个对比，这时候的颜色就是一致的。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不使用它的一个脚本，比如说我们使用 Shuffle， 我们选中 Beauty 层，同样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还原它的一个色彩。这个时候我们再做一个后期，先拉一下曲线，然后套一下 LUT。 我们在 Nuke 当中使用的是 Vector Field， 我们选择与这个后期里面同样的 LUT， 我们把这个勾上，然后使用 Merge 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强度。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它的颜色，就可以说是还原到这个后期时候的一个颜色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A1 还原一下它的颜色。同样的，我们把这个单帧拿进来，注意这个 EXR 文件我们一定是16位或者32位，同时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把这个颜色引擎修改一下，注意是这样的一个设置。同样的，我们要提取到它的一个 Beauty 通道，这里使用到的是 Extract R， 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还原到未经过后期的一个颜色。我们给一个调整图层，拉下曲线，同时应用一下 LUT， 然后我们 LUT 因为要调整强度，所以我们给一个新的调整图层，调整一下它的透明度。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在 A1 当中还原了在那个渲染视图一样的颜色，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对吧？如果你想要在 Karma 当中同样的还原这个色彩，可以查看我在甜甜圈这个教程当中分享的方法，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讲解，在这一节。这就是今天的干货分享，希望对你有帮助。我是 Tiny， 关注我，让胡迪尼学习变得简单。